居然敢反抗，找死！瘦是瘦了点儿，长得还挺水灵。巨爷，求求你了，不要啊！我穿越过来这个世界，靠挖野菜、抓田鼠、抠泥鳅活了3年。这里到处都在打仗，那些大人物今天收税，明天征兵，吃了败仗的溃兵，更是死命欺负百姓。不准动我妹妹！滚！这个世道烂透了。3年，我一直告诉自己忍着，活下去，说不定哪天能回去呢。可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为了看着这些烂事，然后告诉自己习惯了。不，我要和你们这群畜生拼了！检测到宿主完成首次击杀，目标属性扫描中。系统来了。周武长，力量 1.3， 速度 1.1， 体质 1.2， 感知 0.9， 精神 0.8， 请选择掠夺其中一项。速度，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宿主速度属性提升。贱骨头，你居然敢杀了周武长！击杀成功，宿主力量属性提升。你别过来啊！击杀成功，力量提升，力量 2.0 到 3.1， 提升 1.1， 3倍力量了！杀人了！救命啊！双杀，力量提升，速度提升，力量 3.1 到 4.2， 提升 1.1， 速度 2.0 到 2.9， 提升 0.9。大部队马上就来了，至少40个人。你们现在跑不远，他们有马，轻易就能追上。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看见那片草丛没有？钻进去，找最密的地方躲起来。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我把他们引走。没动静了，你们再往山里跑。恩公，那你别管我，快走！快走，没时间了！快走啊！银子、干粮、水囊。通通拿走。这是姓周的马，本地矮脚马，不算好马，但比人快得多了。驾！敢杀我的人，追！别让他跑了！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他们追上。进林子，林子里无法骑马，只能近战。近战对我有利。下马！他进了林子，跑不远。2人一组，给我搜！你找死！双杀，增加 1.2 点力量， 1.3 点体质。我终于知道邪修为什么被世人所不容了。这种变强方式太不讲理了。有血腥味儿。是你！我们好心留你一命，你敢恩将仇报？该不该死不清楚，但我知道，你们不配活着！师长，他立起前门，别迎接！这老狗经验太丰富，缠刀刀技扬长避短，我的力量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小子，光有力气没用，放下武器认输，我在外围把宗面前保你一命。他每次接触都轻轻卸力，如果我不让他卸呢？
什么？击杀成功，请选择速度。技巧在绝对速度面前就是废纸，只要速度够快，再强的技巧都是摆设。掠夺成功。击杀成功，请选择体质。掠夺成功。一群看家护院的狗，竟然能跟我的兵打得有来有回，看来这回遇到大肥羊了，就是有点难啃呐。诸位，听在下一言，你们要钱粮，车上有些可以拿去。若要硬拼，我的护卫没一个怕死的。你们已经死了10几个人，再拼下去，就算胜了，还能剩几个？现在退走，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过。死到临头还跟我讨价还价！哟，老黑，碰上肥瑶了。刀疤，你怎么在这儿？闻着你的骚味了呗。老黑，你打了半天没拿下，这些护卫不要命，是硬茬子。那你运气好，老子来了，再硬都给他砍开。这锦袍的料子，这颜色，绝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能招这么多护卫的，马车里肯定有女眷，多半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老大说的对，等会儿拿下了，是不是可以解解馋？妈的，还是个练家子，这身段，这味道，越练越好，老子就喜欢这种。撤，往那边亭子撤。弓箭手，给我压住他！兄弟们，加把劲儿！现在他有多嚣张，一会儿就让他有多惨！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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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18.2的力量，加上之前的一共37点力量，这种力量暴涨的感觉太狂野了。还有40多个溃兵，都是我的属性包。哈哈，小娘们儿没力气了吧？乖乖跟老子走，保你吃香喝辣。怪物，他是怪物，快跑啊！你别过来，我是。下辈子管住你的嘴。战斗结算，当前力量55.5，速度21.8，体质23.6，感知11.5，精神12.3。爽爆了！不对，我可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怎么能有这种想法？都怪这些溃兵，是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这是在替天行道，我拥有的是正能量。对，正能量。姨母，他是什么人？40多个溃兵，包括弓箭手，几个呼吸间全灭，这根本不是人，是杀神。妾身周氏，多谢恩公救命之恩。起来吧。妾身周氏，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恩公救命之恩，妾身必当厚报。敢问恩公高姓大名？我姓曹。曹恩公，不知恩公接下来有何打算？暂时没打算。没打算？刚入世，妾身斗胆。恩公此行可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可有什么要办的事？也没有。曹恩公，妾身有个不情之请，妾身想聘请恩公随我去云城，充当几日近身护卫。妾身知道这请求唐突，恩公伸手，妾身请不动，但日俸300两，吃穿用住全包。恩公若不愿，此事就当没提过，救命之恩照样厚报。这女人30出头，剑法好，
心细，你倒是会说话。恩公过奖。你叫什么？妾身夫家姓周，闺名许久没人叫过了。恩公若不嫌弃，叫我周娘子便是。周娘子，日俸300两，吃穿用住全包。是。可以，但我有要求。恩公请说。我可以保护你，但不会完全听你命令，更不会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为你滥杀无辜。能接受我就跟，不愿就此别过。恩公放心，妾身虽会武艺，多为自保，绝非滥杀之人。此番激战，实属无奈。这一路，妾身还接济过不少流民，不然马车里钱粮会更多。恩公要求合情合理，妾身答应。不仅如此，若此去云城危险远大于报酬，恩公可随时抽身离开，不必在意妾身安全。恩公本已救我一命，已是大恩。行，我随你去云城。多谢恩公。曹恩公，那里是望北坡，翻过去再走110里就是云城。一路辛苦，到了云城，妾身让人备好热汤热饭，好好歇歇。村里老人说过，北边也在打仗，南边也在打仗。这周娘子身份不一般，或许知道些什么。周娘子，恩公，北边朝廷在跟谁打仗？北边在跟凶骨族打仗。凶骨族？他们世代盘踞古原，那儿的草是灰白色，据说地下埋了太多尸骨，草吸了骨里的东西，才长成那样。草原上没树，只有一种叫古木的矮桩子，长得像骨头。凶骨人砍它烧火，火是绿色的。凶骨人高7尺往上，皮肤发灰，眼珠发黄，夜里反光，头发编辫子，缠兽牙铜片，死人指骨。灰白的草原，绿色的火光，黄眼睛的人，像游戏里的生物。他们不穿布，穿皮。凶骨人信猎物灵魂还在皮里，每件皮袍都是从活物身上剥下来的。剥的时候不让猎物死，要活着剥，灵魂困在皮里，皮袍上甚至还有血肉在动。他们住的地方叫骨帐，不是帐篷，是用兽骨搭架子，外面蒙着兽皮。凶骨人崇拜狼，信人死后灵魂变狼，祭祀是把死人剁碎喂狼，让狼把灵魂带走。天葬？怎么了，恩公？没事，你继续。他们的战士叫噬骨者。噬骨者？必须亲手杀一个敌人，把敌人骨头磨成粉，混在浑水里喝下去。喝完会进入疯狂状态。什么状态？眼睛冒绿光，力气大几倍，不知疼，不知痛，理智会丧失，持续1个时辰，时辰一过，人就废了。所以他们打仗，靠噬骨者冲在最前面，撕开阵型。是。狂战士敢死队。那南面呢？南边是苍茫山，那片山林不一样，树高10几丈，有的树干几10个人都合抱不过来。10几丈，上百米，树种不同。里面一些树会发光。发光？树本身？是，叫夜光木。树皮夜里发出淡蓝色的光。毛鲁人把皮剥下，贴在活动的地方。毛鲁人是什么样子？比咱们矮小精壮，皮肤褐色，眼珠黑，瞳孔大。很多人白天休息，晚上活动。他们住树上，藤屋离地3、4丈，进出靠藤梯，白天收起，晚上放下。吊脚楼高配版。他们崇拜灵，信山里每棵树、每根藤、每块石头都住着灵。进山要祭祀，砍树要祷告，不进就会在山里迷路。打仗呢？不列阵，不硬拼。官军进山，他们躲在林子里，一支箭从树上射下，人就没了。用什么武器？弓箭为主，箭头用独子枝叶淬的，伤口发黑发烂。还有一种箭，箭头是活的。活的？一种寄生在树上的虫子，拇指大小，射箭时连虫带箭一起射出，虫子就往肉里钻，一边钻一边产卵。除了弓箭，还有陷阱。山里有坑，插木桩，铺树叶，最可怕的叫血藤坑。血藤？底下养一种吸血藤，藤蔓见血就活，往肉里钻，人掉进去，几息时间就被缠死，拉上来
只剩一张皮。说起血藤，就不得不提5年前那场仗了。什么仗？负责南边事务的是陈宇将军，年轻时在北边打过仗，调来南边，想给毛鲁族颜色瞧。那时毛鲁族下山劫掠，朝廷催平乱，陈将军动了真格，他调了好几万人开进苍莽山，林太密，路太窄，大部队走不快。100里之后就开始出事了，夜里扎营，哨兵失踪，早起在营地外找到一堆骨头，肉刮干净了，旁边插着剑。毛鲁人躲在暗处放冷箭，白天行军，一箭从树上射下，箭手早跑。晚上睡觉，营地飞进吹箭，人被麻痹，不到天亮就咽气。官军不熟悉山里，到处是坑，一个坑掉进去10几个人，底下插木桩。血藤坑，什么时候遇上的？进山20多天后，赤袭在前面发现一片奇怪的林子。怎么奇怪？树长得密，缠满暗红色藤蔓。陈将军派了一队人拿火把想烧路，火一烧，藤蔓活了，他们缩回去避火，可等火把一过，又伸过来，缠住人的脚。100多个人，最后逃出来10几个，回来的时候浑身是血，皮都烂了，喊着疼吃人，喊着喊着就死了。血藤，动植物嵌合体。后来陈将军放火烧山，烧了好几天，烧出几10里空地，可毛鲁人早跑了。之后又走了10天，人死了1万多，剩下的也饿得走不动，粮草被劫，民夫逃跑，只能撤军。撤军的时候更惨，怎么？毛鲁人跟在后头追杀，走不动的全没了。等撤到山口，几万人只剩不到1万。那些被抓住的人呢？被俘虏的有2万多。2万多，他们怎么处理？卖了。卖给谁？谁出得起价就卖给谁。朝廷、世家、商贩，北边的匈古族、流寇、山匪，还有东边的海捞客。走沙者、海捞客。恩公，走沙者和海捞客是对西边沙海与东边东海所有旅行商人的统称。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妾身也不太清楚。妾身只知道他们很神秘，很受欢迎。这是为何？妾身猜测，可能是他们交易的商品很特殊，很受欢迎，而且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到先得，去晚了，哪怕有银子，也什么都换不到。物以稀为贵，倒是个做生意的好路子。除此之外，他们的信誉也好，几乎没有听说过他们毁约、强买强卖或者抢劫之类有损口碑的流言。嘘，恩公，怎么了？前面有埋伏。一木，我什么都没看见啊！老二，说了让你做细致点，这不被看出来了吧？妈的，还以为能省点事儿，结果碰上个机灵的。机灵有个屁用，该死还得死。哟，还是个大美人儿，这身段一看就很润，这趟不亏呀！老大，这娘们穿的讲究，肯定是条肥羊，而且你看她那身段。几位，这是往哪儿去啊？这位好汉，妾身路过此地，若有惊扰之处，还望行个方便。行方便，老子最喜欢给人行方便了。妾身在云城有些根基，今日若是好汉肯放行，来日必有厚报。厚报？什么厚报？银子、粮食都好商量。老二，你怎么说？放他们过去也不是不行，财物留下，人嘛，这娘们留下。听见没？我这兄弟要求不高，你要是识相，咱们温柔点；要是不识相，之前也有人不识相，男的你也看到了，女的嘛就没那么好过了。大美人儿，你一看就是个聪明的，该怎么选，不用我们教你了吧？不过你放心，你要是听话，哥哥们保证不害你性命，还让你舒舒服服的喊好哥哥。要是不听话，恩公，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不用。走吧，这里的尸体刚好留给野兽们加餐，这群畜生不配入土。是恩公，这不是人，
这是鬼神！吓到你了吗？没有，恩公，我只是震惊，有些反应不过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恩公，妾身有些建议，斗胆一说，希望您能听一下。你说。妾身希望您在接下来能够尽量不要如此轻易地暴露您的实力。妾身没有怀疑您实力的想法，妾身只是觉得在这乱世藏拙或许对您更有益处。若是再遇到什么麻烦，妾身可以先出面解决，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除非妾身实在是处理不了，那个时候您再略微出手也不迟。行。恩公虽嗜杀，但性格好，易相处。恩公，您收徒吗？不收。恩公，您的鞋脏了，我这里有干净的，您若不嫌弃。不用，我的鞋穿习惯了。是，多谢恩公。姨母，他们看起来快饿死了，怎么这么多？夫人，给口吃的吧，孩子快不行了，我给您当牛做马，您救救他，求求您了。饿了几天了？3天不4天了，能吃的都吃了，草根、树皮、皮带，实在没办法了。夫人，您行好，救救我闺女。去车上拿干粮和水来。拿着，给孩子吃。爹，有救了！也给口吃的吧，我已经饿了3天了。退后，都退后！都不要吵！再去车上拿干粮和银钱，分给他们。东西不多，每人分一点，不要抢，抢的什么都没有。往北走30里，有几个军户屯田的村子，那里有地种，有粮吃。去了那里，或许能活下去。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夫人，小的求您一件事。什么事？求您把他带走。夫人，您刚才给了吃的，救了小的一命，小的这辈子忘不了。可是这狗日的乱世，小的带着他活不下去的。小的没本事，挣不来吃的，他跟着我，今天有口吃的，明天又没了。万一哪天我死了，爹，夫人，您是好心人，您把他带走吧，给口吃的，让他活着。以后哪怕是让他当贱婢，当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活下去，求您了。你叫什么？张老四。张老四，你愿不愿意来我府上做个打杂的？夫人，我府上缺个干粗活的，活儿不重，有口饭吃。你女儿也可以跟着，有人照顾。您是说？你干你的活儿，他养他的病，等好了跟着学点东西，将来再说。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多谢夫人。行了，别磕了，起来吧。你女儿放到马车里去。夫人，这马车里暖和，她不能再吹风了。夫人，小的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恩公，您觉得我这样做可有不妥？你觉得这乱世是谁造成的？妾身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恩公既然好奇，那妾身便说说自己的粗略剑法。在妾身看来，这乱世不是谁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一个大的群体。这里面有制度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有天灾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原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旦利益分配不均，这天下就会乱。他们为什么逃难？因为种出来的粮食被收走了，养出来的牲口被抢走了，活不下去了。北边匈古族为什么年年南下？因为他们缺粮贴铁，抢比换划算。毛鲁族为什么闹？因为他们想从山里出来，想要更好的地盘，更多的猎物。而朝廷这边，当官的要捞钱，当兵的每个人都想多拿一点，少出一点。拿的人多了，出的人少了，剩下的那波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乱世的本质是分赃不均。恩公这话说得真透，妾身想了半天，不如您这4个字。这马屁拍的也太明显了吧？不过好爽。
怪不得以前那些领导喜欢马屁精，这感觉是真不错。恩公，您这个表情，妾身从未见过。恩公真是个有趣的人。翻个白眼就有趣了，这人的笑点也太低了。快把马车往边上靠，让他们先过。这位夫人，末将冒昧，敢问可是从南边来的，去往云城？正是。这位将军有何见教？见教不敢，只是看夫人这一行人像是赶了很远的路，这一路不太平吧？是遇上了些麻烦。末将姓沈，单名一个烈字，北境军游击将军，此番也是往云州去。游击将军从三品，方才从南边过来，路上看见些乱象，死了不少人，横七竖八躺在官道上。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夫人这一路过来，想必也看见了。这一段路不太安生，不如同行如何？末将这200余骑兵护几个人进城，还是绰绰有余的。多谢将军好意，只是妾身一行人多，车马又慢，恐拖累将军行军。将军军务在身，不敢耽误。夫人说的限量，末将确实有些军务要赶。方才见夫人救济流民，是个善人。这年头善人不多了。夫人拿着这个，末将在云城还算有些薄面。若之后遇到什么事儿，可报末将的名字，或拿着这腰牌去云城东营，自有人通报。将军，这拿着吧，用不上最好，用上了，说不定能顶些用。夫人保重。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将军，您方才对那个妇人为何那般客气，还给了腰牌？那个妇人确实有几分姿色，可咱们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将军您闭嘴！你跟了我几年了？3年。3年了，你还是只会看脸。你以为我是在教好那个妇人？难道不是？哼，我是在向他身旁那位高手示好。高手？他身旁哪来什么高手？看人不是看他的衣服，是看他其他的东西。那支队伍里所有人都有伤，只有一个人身上干干净净，一点伤都没有。那个穿破麻衣的。而且那个妇人在说话的时候，目光会下意识往那人身上看，看他不是警惕，是征询，那种眼神装不出来。可是就算他没受伤，也不能说明他就是高手。也许他只是躲在后面没动手呢。你忘了我们过来时看见的那些尸体，那么多具无头尸，脖子切口整齐，一刀毙命，没有多余的伤口。能做到这种事的人，杀人的时候手一定很稳。那个穿破麻衣的年轻人，他的手就很稳，骑在马上一动不动。你再看他手里那把刀，你不觉得跟我们看到的那些尸体上的伤口很像同一把凶器？而且你看他的眼睛，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就是平静。我在军中20年，见过不少人，能杀人的眼睛会发狠，杀过人的眼睛会发冷，可那个年轻人的眼睛不是冷，是空，就像他杀的不是人，是鸡，是鸭，是路边的野草。你觉得他是傻子吗？将军，既然您要向那高手示好，为何不直接跟他说几句话，或者也给他一块腰牌？你想想，他为什么穿得跟流民一样？那些护卫穿着统一的衣服，那个小公子穿着锦袍，那个妇人更是衣着讲究。只有他穿得破破烂烂，站在人群里，你第一眼根本不会看他。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藏拙。这种人最忌讳被人当众点破。我若走过去，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阁下好身手”，他只会觉得我是个蠢货。那您对那个妇人示好，他就能明白。将军，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看书看来的，不然呢？那我回去也看看。看吧，免得一辈子当匹夫，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恩公，刚才那个沈将军不简单。他说自己是北境游击将军，这是个什么职位？品级高不高？据妾身所知，大宁境内游击将军从3品。从3品？大宁武官品级从高到低，大致是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守备、陈操守、
千武把总，游击将军，排在参将之后，都司之前，算是中少级别的武将。这么说吧，恩公，云城的守备是正五品，游击将军比守备高2级。他一个从3品武将，不可能对一个陌生妇人如此客气，还赠送腰牌。哦，他看似是在向妾身示好，其实是在对恩公示好。你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他看妾身的时候眼神客气，可他不经意看恩公的那几眼，那眼神不是看普通人的眼神，而且他观察了恩公手里的刀。站住，例行盘查。君爷辛苦。家里小辈病了，急着进城探病，不料路上遇到劫匪，遭遇了一番恶战，一路赶得急，没来得及收拾，还望君爷行个方便。进去吧，别在城里惹事儿。多谢君爷，多谢君爷。糖葫芦，又甜又酸的糖葫芦。新到的绸缎，价格的包。一城之隔2个世界，城外的人朝不保夕，城里的人好像日子还挺有盼头。这里是妾身和夫君的院子，恩公请。东厢房紧挨着正房，恩公住内间，有事随时能照应。3年前那间土坯房，泥墙裂缝，屋顶漏雨，一张破草席就是全部家当。现在这屋子比我前世租的出租屋都讲究。前世加班到半夜，公司楼下便利店的卤杂煮，那个味道。那些日子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好，现在想起来。公子，夫人吩咐给公子量量尺寸，做2身衣裳。终于像个人了。力量66倍，速度32，抓啥？是呀，可这感知16倍，精神17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对，这不科学，透视，这玩意儿怎么关？今天的云真白！我不是变态，我不是偷窥狂，这是系统的锅。感知16倍的副作用，没人告诉我会这样啊！这是李记布庄，云城最大的，那是张记粮店，他家的米比别家便宜2文。那边是茶楼，说书的刘先生讲的最好，改日带恩公您来听听。这是云铁打的，比寻常铁硬得多，也重得多，一般人用不了。恩公试试。太轻了，跟拿根筷子似的。不错，就这个。这刀多少钱？恩公救了我的命，一把刀算什么？不能闭眼，一闭眼，那些画面就自动往外冒。白天那些全存在脑子里了。做数学题，从1+1开始算，1+1等于2，2+2等于4。不行，太简单了，问计算对，来点有难度的。顶积分的几何意义，富伊特变换，拉莫道斯变换等等。这个猜想，如果从这个方向切入，取一个特殊值代入，好像能推。算了，先睡吧。恩公，您怎么不说话？这古代的裤子质量也不行啊！恩公，恩公，您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妾身帮忙吗？没事儿，可能是昨晚没睡好。真的？对了，你来找我可是有事？恩公，无需顾忌，有什么事儿直说。恩公，您能不能陪妾身去个地方？能。恩公，您不问去哪里？有没有危险？我现在是你的近身侍卫，我只需要负责保护你，其他的不该我过问。城外30里有个村子，有人给妾身来信，说知道妾前夫君死亡的真相。
在此之前，妾身查了大半年，什么都没查到。朝廷公告说夫君是擅自行动，中了凶蛊人的埋伏，可妾身不信，他不是那样冒进的人。这半年，妾身派人暗中调查，每次线索都断了，像是有人故意在掩盖什么。原本妾身都快放弃了，可前不久突然有人送来一封信，说知道真相，妾身不必多说，是真是假，去一看便知。从出城开始，就有3个人跟着，藏在官道两侧的林子里，保持着固定距离。地上的人停了，换成了天上的眼睛。那鸟的视线一直锁着马车，血腥味很浓，很新鲜，还有尸体腐烂的味道，不止1具，至少几10具。恩公，怎么了？没什么，走吧。恩公，快走，这是陷阱。女人漂亮，他带走，他们杀了。鄙人高一头黄铜，面涂花纹，骨质武器。之前只听说过，这回算亲眼见了。同样是人，差别竟然这么大。前世那边无非就是肤色不一样，这时也倒好，快跨物种了。300余骑全速赶来，那鸟，这些凶蛊人，还有那批正在赶来的黄雀，是一体的。凶蛊人屠村，我们撞上，然后官兵恰好赶到，凶蛊人被灭口，我们被当成屠村凶手，一石3鸟。以前小时候看电视剧，隔着屏幕拿里面的坏人没办法，只能气得牙痒痒。现在我在屏幕里了，我倒想看看这些坏人怎么逃出去。杀！这刀新买的，还没开荤。这刀不错。什么时候过去的？为什么我完全没看到？击杀成功，乘24，目标属性扫描中。这凶蛊人确实普遍要比大宁人强，力量平均值1.9至2.1，体质平均值1.6至1.7。宿主是否执行掠夺？力量18，体质6，掠夺成功。当前属性：力量100.9，速度32.8，体质38.4，感知16.3，精神17.4。爽，24个，加上之前的，快接近200了吧？就像前世打游戏，刚拿了个5杀，手还在抖，就已经在等下一波团战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压不住，我怕自己会转身把看见的活物全杀了。稳住，我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要坚持原则。该死，诱惑太多，刚压下去的火又要破功。拿下！屠村凶手一个不留，胆敢反抗，就地格杀！这位大人，妾身有话要说，我们不是凶手，这些凶蛊人才是。我们刚到，他们就冲出来要杀人，我们只是自卫。自卫？20多个凶蛊人被你们几个人杀成这样，你是欺我未曾亲眼所见，还是欺我无知？全都抓起来！那个凶蛊人就地格杀！你们和那个大宁官是一伙的，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你们让我好得很！你这个山村匹夫，仗着有点功夫，竟敢如此嚣张！真当本将军是那些被你残害的村民吗？随便一点手段就能震慑，任你屠杀！除了那个女人，全都杀干净，不要全尸！本想请大家吃个瓜，结果你们非要问我这瓜保熟不？
金明，你怎么了？金明，风外把总，刚才是不是没认出？饶命！求您饶我一命！是我狗眼看人低，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的错，我改。求您别杀我，我不想死。求您，我给您当狗，伺候您一辈子，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娘80多了，我儿子才3岁，求您别杀我！不是我们要来的，是上面的命令，是上面派我们来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接下来他们交给你了，我想他们应该有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把你们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不对你们动刀，否则你们今晚走不出这个村子。带过来，带过来。谁让你们来的？一个大宁官，我不知道他是谁，从来没见过，都是中间人传话。他说这里有村子，可以随便杀，抢多少都归我们。杀完之后，在这里等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把她抓住，活着交给她。事成之后还有好处。那个女人是我？应该是。他们说女人很漂亮，穿着讲究，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那个中间人长什么样？每次来都蒙着脸，看不清，但听口音是云城人。继续说，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是，我说，我与你们云城的官员一直都有联系，每次他们有见不得光的事情，都会联系我们动手。下次得买双耐跑的。恩公，对不起。恩公，妾身为了获取真相，趁您不在，狐假虎威，说了一些对您不敬的话。哦，什么话？说来听听。你叫什么？我问你叫什么？不说话。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身边那个人，你之前已经见过了，他什么实力，你心中有数。不要以为你的靠山能保住你，或者你的家人。实话告诉你，我对他有大恩，他曾答应为我无偿做3件事。像他这样的人，重承诺，言必行，必果。若你不识时务，我就求他去查你的家人，你的祖籍，你的父母妻儿。你听好，届时我会让他把你的父母、你的妻儿、你的兄弟姐妹、你的7大姑8大姨、你的9族亲戚，连你祖坟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刨出来，挫骨扬灰，让你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让你成为家族的千古罪人。死了到下面都要被钉在耻辱柱上，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我说，我姓陈，云城守备府操守，是周同之、周明远的心腹。他让你来干什么？他让我带兵来，把凶骨人杀了，一个不留，然后把您带回去，关进大牢。其他人只要是活的，全杀了灭口。他为什么非要我活着？周同之他对您生的美丽，他虽然没明说，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看得明白，他设这个局，把您骗来，让凶骨人屠村，再让我们来剿灭，最后把您关进大牢。那牢里有他私设的暗室，专门用来……我夫君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有。从头说，一个字都不许溜掉。周守备发现了周同之和凶骨人往来的证据，那些证据牵扯的不止周同之一个人，还有边军的几位实权人物，还有云城守备府一半将领。他们做的不只是通敌，还有杀民冒功、吃空饷、倒卖军械、私吞粮草。周守备查到了，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被设了局，假传军情，说凶骨人小股入侵，让周守备带兵去剿。
然后提前通知了胸骨人，设了埋伏。周守备全军覆没，死无全尸。有什么好生气的？你说的那些也不全是假的。恩公，那些人您打算怎么处理？放了吧。放了？答应了他们的，只要说出真相，就不对他们动刀。我说话算话。放人。活下来了，真的活下来了！别废话，接着跑，跑得越远越好，离这个鬼地方远离那个怪物。我说过不动刀的。200多倍力量，150多倍速度，140多倍体质，这身体不像人了。还得装人，不然怎么办？蹲山洞里生吃野味，见人就杀，最后被一群主角围殴，临死前喊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太抽象了，还是做人好。有饭吃，有床睡，有人说话。最后那7个石头穿胸，一个个倒下。我说过不动刀，没动刀，没违约吧？这玩法有意思，石头树枝树叶，刀用来吓人。恩公，嗯，非常感谢您最近几日对妾身的关照和保护，妾身感激不尽。晚些等子君他们赶上来，我就把报酬结给您，马车也好，其他东西也好，您要什么，妾身就给什么，然后就此分道扬镳吧。恩公，您想不想知道我跟我夫君的故事，还有我这次来云城的真实目的？你若不介意，那便说来听听吧。我嫁给他那年18岁，他是云城的守备，来明城公干，在沈家做客。我躲在屏风后面偷看他，被他发现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那时候我想，这个人真好。成亲12年，他大多数时候都对我挺好，每年都会抽时间回云城那个院子陪我。偶尔写信，信不长，但每封我都留着。1年前，他最后一次回来，走的时候说，这次去边关可能要久一点，让我在家等他。最后，等来的却是朝廷的通知。朝廷说他急功近利，擅自行动，中了凶谷人的埋伏，战死了。他这个人，我了解，谨慎周全，从不冒进。说他急功近利，擅自行动，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的死有问题，所以我假装回了迷城，暗中开始查。查了大半年，派了3波人出去。第1波失踪，第2波死在路上，第3波逃回来2个人，说根本查不到，每次有点线索就断了，像有人故意在拦着。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夫君的死有问题，我把原因都写了，求他帮我暗中调查。他回信了，信里说让我放心，他一定帮我查个水落石出。他说他是我最大的靠山，他就是那个设局害死我夫君的之一。我写的每一封信，他都看了，我查到的每一条线索，他都知道。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查什么他就拦什么。我以为是敌人太狡猾，实际上是我太天真，我竟然求凶手帮我查凶手。你既然叫他叔父，他又姓周，那说明他与你夫君的父亲是兄弟。这等亲密关系，他为何要害你夫君？他勾结凶谷人，倒卖军械，私吞粮草，杀民冒功，吃空饷。我夫君查到了证据，还没来得及上报，就被他发现了。于是他假传军情，说凶谷人小股入侵，让我夫君带兵去剿。凶谷人提前得到了通知，设了埋伏，最后全军覆没，一个都没回来。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他觊觎我，他是我叔父啊，他竟然觊觎我！他设那个局不只是要灭口，还要把我抓回去，关进他私设的暗室，满足他的兽欲。这剧情熟悉，变态长辈哪个世界都有。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一个寡妇能做什么？告到京城，京城离这里2000多里，
我连城门都进不去。就算进去了，那些人会让我活着见到陛下。就算见到陛下，又能怎样？那些人位高权重，一句话就能让我满门抄斩。我娘家沈家在明城算是大户，可那是做生意的人家，能和手握兵权的边军硬碰硬。无论我去赴约，还是让子君回去收拾细软，带着下人们连夜逃离，这些全都有迹可循。他们只要把线索联系起来，我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从我决定去查真相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步入了一个死局。恩公，您知道吗？其实我不怕死，这世道我见过太多死人了。可是我不忍心让娘家被牵连进来啊。我父亲今年60多了，兄长有3个孩子，小妹还未出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天底下从来没有什么公道，盛世尚且如此，这乱世更不用说了。冤死一个人，死一家人，都是常事。我夫君被设计害死，我认了，至少我娘家还在。可现在，因为我的鲁莽，我娘家可能也要保不住了。他们都会因为我而枉死啊！恩公，您说我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很没用？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查你夫君的死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他是那种冒进的人，更不信他会死得那么草率。那你查到的真相证明你的怀疑是对的吗？对。你派人去查，不断受阻，可你还是继续查，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命，不能白死。无论是我的夫君，还是那些帮我查案的人。你写信给你叔父，是出于什么？我以为他是亲人，会帮我。那不是以为，那是事实。他就是你叔父，是你亲人，你信任他，这种亲情的本能没有错。错的是他那扭曲的灵魂，以及对叔侄关系的亵渎。你刚才说边军有权，守备府有事，这些东西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对吗？那你还是来了。你知道有危险，知道可能查不到，知道就算查到了也斗不过他们，可你还是来了，因为那是你夫君。这不是没用，这是有胆。你刚才说你不怕死，但怕连累娘家。你哭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他们。这世道，多少儿死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而你感觉自己快死的时候想的却是别人。这不是没用，这是有心。你问我是不是错了，那我告诉你，你没错。你夫君该死吗？不该。你查他死因有错吗？没有。那些胸骨人该死吗？该。你叔父该死吗？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该做的。如果说真的有错，那错的也不是你，是这个世界。你刚才说这世道冤死一个人是常事，对，因为世道烂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是安慰你，只是实话实说。我见过太多的人和悲剧，有的为了活命卖儿卖女，有的为了几口吃的杀人放火。你呢？你活到现在，有剑法，有良心，有脑子，哪怕身处困境，前方生机明茫，依旧没有乱了方寸。意识到那是陷阱后，知道及时离开云城，还不忘嘱咐子君带走下人。你问我你是不是没用？那我告诉你，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用的女人，没有之一。最有用，没有之一。婉君，你若是男儿身，肯定比你大哥他们还有用。到了夫家要贤惠，别让人说我们沈家女儿没用。娘子持家有用，我很放心。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我，不是贤惠，不是持家，而是有用，最有用，没有之一。恩公，
您刚才那些话是谁教您的？没人教。不可能，您说话的方式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就好像您不是这个世上的人。我人都在这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能是哪个世界的？不管您是哪儿的人，我都无比感激您。不用这样。恩公，您刚才说我是在这烂世道里还能想着别人的人，那恩公您呢？您在这烂世道里杀人那么厉害，可您对我、对护卫、对张老四，您也在想着别人。我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才有此疾吧。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这就是我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恩公，您那个最有用，能再说一遍吗？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用的女人，没有之一。去找你的伴儿。20年了，从没见过这样。大半夜的，什么事？大人死了，都死了！说清楚。那个村子全是火，全是尸体，柴堆上堆满了人，还在烧，都是咱们的兵。大人，我亲眼看见的。还有谁看见了？没有，就我一个人去的。进来说。大人，出事了！陈守带出去的300余精锐全死了。全死了？是，有人在烧尸体。好几个柴堆堆得满当，烧得只剩白骨。现场除了我们的人，还有村民和凶骨人的尸体。凶骨人？那地方怎么会有凶骨人？陈城守又怎么会突然带兵去那里？目前不明。查！天亮之前，我要知道前因后果，谁下的令，为什么去，怎么死的，一个都不许漏。是。这里面有鬼，而且是很大的鬼。300多人全死了。是，守备府已经炸了锅，守备大人连夜派人去查。陈操守带兵出去，谁下的令？不知道，军令没经过守备大人府，是私下调的。私自调兵，300多精锐。去查陈操守昨夜跟谁接触过，查他近来去过什么地方，受过谁的好处。还有，尸体上的伤口要仔细验。每一处都不许放过。是。私自调兵，300多人阵亡，凶骨人出现，这要是查出来是谁干的，那可是大罪。查到了吗？回大人，查到了一些。昨夜陈自朝带兵出城，没有经过守备府的调令，是私下调动。据城门守将回忆，陈自朝出事的事是什么？是周同时的手令。周同之是。手令上说，有情报显示小股凶骨人潜入附近，命陈长守立刻带兵剿灭。那凶骨人呢？确实有，通过尸体辨认，确实死了20多个凶骨人。20多个凶骨人，杀了我320多精锐。周同志现在在哪儿？在同知府，一早没出来过。大人，此事牵涉周同志私自调兵，300多人阵亡。是否要请周同志过来一趟？有些事当面问清楚。周大人，守备大人有请。尸体处理了吗？正在处理。守备大人，周大人，昨夜陈枪手带兵出城，用的是你的手令。是。为何私自调兵？昨夜下官收到情报，有小股凶骨人潜入，在那村子附近活动，情况紧急，来不及走正式调令，便让陈志守先行带兵前去剿灭。什么情报？谁送来的？是下官安插在寒云关那边的探子，通过吉英传书送回。那探子现在何处？他发现凶骨人后，没有第一时间上报，而是为了更精确的查探踪迹，擅自跟了上去，最后被凶骨人发现，杀了。
他临死此前，貌似用血布传回了消息。正因这血布，下官情急之下才调动了陈寿，想着能赶得及。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村子被凶骨人屠了。周大人，20几个凶骨人杀我云城300多精锐，你觉得合理吗？这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按理说，20多个凶骨人就算再能打，也不可能杀300多精锐，除非什么？我也不清楚。或许是凶骨人只是死了20几个，而不是只有20几个。又或许是陈操守中了埋伏。我只知道我接到情报，派兵去剿，后面发生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周大人私自调兵，按律当罚，下官知罪，愿领责罚。但事出有因，涉及凶骨人情有可原，罚俸1年，以儆效尤。谢守备大人。今日到此为止，本官会如实上报朝廷，后续如何，静待查实再做定夺。都散了吧。60多个人，平均属性按1算，就是60多滴。要是跑了，跟丢钱有什么区别？停！发了，这回真发了！老大，你看那马车的木头和轮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里面肯定有货。诸位好案，我等路过此地，若有惊扰之处，还望行个方便。行方便，行啊！把马车留下，人滚蛋，老子就给你们行个方便。好汉，你若非要得寸进尺，那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兄弟们听见没有？这小公子说要对我们不客气。小崽子，给你脸不要脸！兄弟们，上！先把这不知死活的剁了！准备战斗！啊，恩公，赶路要紧，你们砍人的速度太慢了。路中间的尸体清砍，继续出发。听见没有？清路！你能不能稳重点？我稳不住啊，腿软。你没看见刚才那场面？看见了。那你腿怎么不软？软有什么用？恩公让清路，你敢不清？你说，恩公到底是什么人啊？估计是那些说书先生口中的神仙人物吧。那咱们刚才站那么近，不会有事儿吧？我听老人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你闭嘴！我就是担心，你再不闭嘴，我现在就让你遭殃！你怎么不怕？怕什么？刚才那个场面，恩公杀的又不是我，我怕什么？其实吧，我觉得挺好的。好什么？有恩公在，以后走夜路再也不怕了。这倒是。你说恩公会不会收徒弟啊？你想什么呢？我就是想嘛，万一呢？我年轻，身体好，还能干活。恩公缺你干活？那我要是女子呢？我承认你长得挺俊俏的，可惜你终究是男儿身。而且恩公那样的非凡人物，哪是你我能惦记的？出发。又睡不着？怎么了？恩公，我能跟您说说话吗？妾身以前睡不着的时候，娘亲也会问我怎么了，我就说没什么，就是睡不着。她就会把我揽过去，说：“那我陪你躺着。”他是在暗示我该怎么做，把他拢过来。如果会错意，就尬住了。后来他去世了。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一个人坐着，坐着，天就亮了。今天不一样，有恩公在，我坐在这里，忽然不那么难受了。刚才大概率没会错意，但时机过了，再伸手就太奇怪了。恩公，您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您真的不像这个世上的人。您看事情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杀人也好，救人也好，都很平静，好像这世上没什么能让您慌的。这几日，我其实一直在观察您。恩公，您杀人的时候很快，很利索，从不多砍一刀，也不少砍一刀，总能让敌人死得刚好。我第一次见您杀那些溃兵的时候，我以为您是冷血的，杀人不眨眼，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您对那些护卫，对那些流民是不一样的。您给他们吃的，您让他们活下来，您不看他们的身份、背景，您只是单纯的把他们当是人。这世道，我见过太多人了。有些人嘴上说着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有些人当着我的面笑脸相迎，转头就想着怎么把我卖个好价钱；有些人手里有权，眼里只有钱和女人；有些人手里有刀，杀起人来比杀鸡还随意。我叔父是那样的人，那些与他同流合污的云城高层也是那样的人，甚至京城那些手握大权、一言决定无数人生死的也是那样的人。可恩公您不一样，您杀坏人比谁都狠，可您对那些可怜的流民比谁都好。您虽然不说，但我知道。恩公，您知道吗？在这个世道，大多数人是把人命当数目的，死100个、死1000个、死10000个，对他们来说只是奏报上的一个数目。可对恩公您来说，并非如此。那些匪徒冲过来的时候，您出手是因为怕护卫受伤；小花快饿死的时候，您眼神中有怜悯。若当时妾身不答应，您肯定也会收留他。那些流民跪着求食的时候，您什么都没说，但您一直看着他们，无言，却已经表明了您的态度。您的刀有多锋利，您对寻常百姓的关爱就有多深。我杀人只是为了掠夺属性，救人只是本能。恩公，您是不是觉得我在夸赞您？是。对，我就是在夸赞您。恩公，我是认真的。妾身活了32年，见过的人数不复胜数。有些人我见第一面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些人相处10年也看不透。可恩公您，妾身看不透，但感觉得到，您身上有一种东西，是妾身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感受过的。是什么？许是惜命，又或是求个周全。与您相处，无论何时，皆觉心安。有您在，无论何处，妾身便无所畏惧。溃兵也好，朝廷也罢，都不足为惧。这话耳熟，现在楼塔太晚了。恩公，您是否在想，妾身这话莫不是在暗示您什么？您放心，妾身不会缠着您的。什么意思？恩公，您知道我为什么告诉您这些吗？我的腰软不软？软就对了，您的心其实也这么软。谢您恩公，每次跟您攀谈，妾身都很欢喜。妾身先回去了，您早点休息。我去，我是不是被调戏了？他这是在报答我吗？完了，真睡不着了。那个老邓凭什么觊觎？这下我不得不砍死你了。300级，速度快，是神猎。周娘子，沈某冒昧，可否出来一叙？沈将军，一大早带兵前来，不知有何见教？周娘子见谅，沈某奉命行事，不得不来。若有惊扰之处，还望海涵。奉命？谁的命？来做什么？守备府有令，请周娘子回去协助调查。
虞山村一事牵扯太大，总要有个说法。沈将军，你这是在请我？是，沈某再请周娘子。这位公子又见面了，当真是有缘啊！沈将军，客气。不客气不行啊。沈某虽然奉命行事，但也知道有些事并非非黑即白。公子、周娘子，沈某今日来只是走个过场，但若两位不愿去，沈某也不会强求。沈将军，你这话……周娘子不必多想，沈某只是觉得这件事疑点太多。那个村子为什么会被屠？陈昌守为什么会带人出现在那里？还那么巧合？周同知的手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凶谷人怎么会死在现场？这些都没查清楚，急着抓人，没意思。公子觉得呢？两位放心，沈某回去就说追错了方向，没追到，两位保重。恩公，他聪明人。将军，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咱们就这么撤了？这趟差就这么作罢？对方区10数人，哪怕那个年轻人真是高手，咱们300多人，硬取也能拿下吧？哼，硬拿？对呀，咱们人多，全副武装，有弓弩。陈操手那300精锐，比咱们如何？单论战斗力，肯定比不上咱。但若是生死厮杀，咱肯定也会有所死伤。那你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我亲自去过现场，那些尸体烧了很多，但也有没烧的。没烧的尸体，我怎么不知道？上面不是说尸体全部被焚毁了吗？不那么说，他们怎么隐瞒那些要紧的消息？实话告诉你，陈经柔的尸体，还有几个师长、武长的，以及一个凶谷人的，都没烧，甚至不在那个村庄里。陈操的尸体也没烧，不仅没烧，而且死状极其诡异。怎么个诡异法？被石头洞穿身体，瞬间暴毙。石头？对，胸膛上拳头大的洞，径直贯穿。其他几个人，有的脑袋没了半边，有的全身骨头碎了。仵作验不出来，说从没见过那种伤势，非人力可为。他们觉得是敌人故意伪造的现场，想迷惑我们。然而我不那么看，因为现场不仅发现了尸体，还发现了凶器，一切都能对上。就算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或许真有人用石头隔空击穿了陈教祖他们的身体，一击毙命。将军，您是说……我什么都没说。有些东西，你也最好烂在肚子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种情形：倘若那个村子青壮被故意调走了，凶谷人趁机屠村，某位高手发现了这一切，一怒之下屠了凶谷人，然后陈胜长率军赶到，想将那位高手拿下，把屠村凶谷人入境的事全栽赃到对方头上。结果那位高手反击，把陈胜长他们全杀了。再然后，咱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求助去缉拿那位高手，高手不肯听从。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军，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能猜。将军的意思是，咱们猜到了，但不点破。云城那些官是什么货色，你我都清楚。这些年边关打成这样，他们功劳不小。想拿我做刀，可以，削个木头，劈个柴，职责所在，我没话说。但是想让我去送死，别说他们几个，就算是上面的，我也得考虑考虑怎么先下手为强。将军，你记住，我们当武将的可以不懂阴谋诡计，但必须有眼光、识时务，且得懂怎么杀人。边境局势恶化快，匈古人今年肯定大举南下，朝廷那些大人物还在忙着内斗，吃空饷，倒卖军械。等匈古族打过来，他们第一个跑，咱们呢，往哪儿跑？所以我说，早晚得另做打算。你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心腹，必须提前适应一下。将军，我明白了。那咱们回去怎么说？就说追错了方向。追错了？对，追错了。山高路远，雾大天黑，追差了道，很正常。将军，您这借口未免太过敷衍。敷衍？是他们先糊弄我们的。陈重守的尸体藏着不报，匈古人的伤口瞒着不说，周同金使那些破事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拿我当刀使的时候，怎么不想自己敷不敷衍？哼，若不是守备府上报了虞山村案，上面有令让我协调相助，你看我理不理他们？将军英明，追错了，就是追错了。走吧。沈将军，这么巧，原来是赵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沈将军，听说你奉命缉拿要犯，人呢？追错了方向，没追到，正打算回去复命。哼，追错了。沈将军，你在跟我开玩笑？山高路远，雾大天黑，追差了道。很正常。沈将军，你知道那是什么案子吗？整个村子被屠，300余名精锐阵亡，匈古人死在我境内，周同之等人涉案其中。这么大的事，你跟我说追错了？哼，朝廷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清吏司和刑部的人也已经在路上了。你一句追错了，就想糊弄过去？沈将军，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以你的身份，云城那些官你看不上，但有些事儿还轮不到你来做主。你奉命缉拿，就得把人带回去，带不回去就是失职，失职的后果你应该清楚。赵将军，我只是追错了方向，失职我可不认。再者，我是游击将军，守备府无权直接调遣，之前配合是看在同僚情分上。赵将军若要扣帽子，还请先查清楚，我到底听谁的令，受谁的辖。既然沈将军找不到路，那就让开吧。我倒要看看，那周沈氏是否真有3头6臂，能让一个堂堂游击将军走错路。出发！跟上！将军，咱们不是要回去复命吗？怎么又……别多问。吩咐下去，除我之外，所有人只许看戏，不许多嘴，不许动手，更不许有任何挑衅行为，眼神都不许有。若有违者，军法处置。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之前的猜测有几成可靠性吗？以赵风行那个性格，不久后你就可以亲眼见证了。哼，他以为他是捡了个大便宜，其实是要跌个大跟头。明白，末将这就去传达。
250倍力量，一拳下去12到25吨的冲击力，一头成年象全力踩踏也不过如此。之前那些被石头击穿的尸体，说实话，那还是没控制好力道的结果。170倍速度，1700米每秒，音速的5倍，比步枪子弹还快1倍。我全力跑起来的时候，地面会被踩入坑，空气会炸出音爆。之前属性暴涨的时候，满脑子伤，差点没帮助，幸好有9年义务教育顶着。800多起，领头那个心跳沉稳有力，气息阴冷，后面跟着的是沈烈。哼，好像来了个霸总，真不错。所有人听好了，放下武器，原地跪下，不得反抗。周审事，出来领罪。妾身在此，这位将军有何贵干？哼，有何贵干？周审事，你屠戮村庄，勾结凶骨人，致使陈强手和320余名精锐战亡，罪大恶极，还敢问我有何贵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将军若有证据，妾身无话可说；若无证据，证据，拿下，绑起来！且慢，沈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算要抓人，也要给人说话的机会。此案尚未定论，周审事只是嫌疑人，还不是犯人。将军当众拿人，总要给个说法。说法？沈烈，你也配教我做事？不敢，同为将军，我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你追丢了人，故意说走错了路，我不追究，因为我知道你在敷衍什么。现在我要拿人，你跳出来拦着，什么意思？你是想造反吗？让开！沈烈，我最后说一次，给我让开！好，很好。拿下！一起给我拿下！放肆！谁敢动将军？沈烈，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就是这个味儿，够冲！我拦不拦得住你先不论，我就问你一句：今日拿人，来日若查出对方是冤枉的，你当如何交代？冤枉！几十个被屠戮的村民，320条将士性命，20几具凶骨人的尸体。他先是出现在现场，之后又半夜逃跑。你跟我说他冤枉？这些都只是表象，抓人定罪要讲究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据？那些马车里肯定装的都是从云城周家搬出来的财物。他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何连夜逃跑，还把家产都搬空？沈烈，你现在还觉得他冤枉吗？这些金银财宝能够证明什么？与你口中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么明显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为了钱财，暗中与凶骨人勾结，周家那些家产就是他通敌卖国的赃款。陈畅手率兵前往，刚好戳破他与凶骨人的阴谋。他狗急跳墙，联合凶骨人杀了陈畅手等人。杀了人还不够，还要屠村灭口。之后怕暴露，连夜逃跑，把赃款全部带走。沈烈，你现在告诉我，他若不是做贼心虚，为何要跑？赵风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周娘子勾结凶骨人。没有证据？他出现在那个村子附近，算不算证据？他半夜逃离云城，算不算证据？他带着全部家产跑路，算不算证据？那些凶骨人死在现场，他活着出来，算不算证据？这些都是巧合。陈操守为何会出现在那个村子？他带兵出城，用的是谁的手令？这些你都查过吗？赵风行，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他是奉了周同志的命吧？
谁告诉你的？用得着谁告诉吗？周同之的手令，守备匪已经查实，众人皆知。你若是知道陈长守奉的是周同之的手令，却故意避而不谈，一味将所有矛头指向周娘子，如此行径，我倒要想问是何关系？这样做又是何居心？沈烈今天太反常了，不能让他把我和周明远绑在一起。周同之的手令，周同之是什么人？是他的叔父。他叔父的手令让他的人去那个村子，这不是里应外合是什么？陈正守奉命前往，撞破了他们的勾当，所以才被灭口。周同之为什么要给他手令？因为他们是同谋。这个逻辑把周同之的手令反过来变成里应外合的证据，太毒了。赵风行，周同之还在云州，他若是同谋，为何不跑？你既然如此笃定他与周娘子里应外合，又为何不拿？跑？他若跑了，岂不是不打自招？至于为何不拿，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是同知，位高权重，没有铁证，谁敢动他？沈烈，你这么护着周沈氏，该不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还是说你跟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赵风行，你说话要有证据，你还好意思问我要证据？你追错了方向，我不追究，任你离去。我亲自来抓，你不仅跟上来，还拦着不让，这不是证据。所有人听令，周沈氏勾结凶骨人，屠戮村民，杀害朝廷命官，罪大恶极。本将军奉命将其缉拿归案，若有阻拦者，格杀勿论。挺热闹。恩公既出，姨母无忧矣。没事了，恩公出来了。闺女别怕，恩公出来了。这位将军，你知不知道，你口中那个陈器手，其实是周同氏的心腹？这年轻人，谁？这种事是能随便当众说的？如果你那么肯定周娘子有罪，且你之前说了他们是同谋，那按照轻重缓急，他叔父周同止是不是更应该先定罪？嫌疑最大的那个没抓，你跑来抓一个妇人，也不知道害臊。你是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本将军说话？你说他勾结凶骨人，那凶骨人为什么也死了？你说他屠村灭口，他跟那村子的人素不相识，也无恩怨，有何动机？再者，他一个妇道人家，哪怕会些武艺，也不可能以一敌十，且人非家畜，打不过，知道逃吗？最后你说他半夜逃跑，那他为什么不往北跑，不往东跑，不往西跑，偏偏往南跑？往南是他娘家，你见过哪个犯人往自己娘家跑的？赵将军，你是不是觉得没有证据，仅凭听起来有理的推测就可以随便抓人？亦或者说，凭你这身衣服和官威，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在乱来，也不敢有人站出来揭穿你？到时候把人抓了，各种刑具一上，是非黑白还不是由你说了算？现在最大的嫌疑人是谁？是你口中那个给了手令的周同之。他私自调兵，他让陈清守去那个村子，他和凶骨人有没有勾结？他这些年吃空养盗卖军械的事儿查没查？这些你都不问，你跑来抓一个寡妇？将军就是这样当的，柿子专挑软的捏。你懂什么？本将军之前说过了，周同之位高权重，若无确凿证据，岂能轻动？哦，位高权重就不能动，一个寡妇无依无靠，所以就能随便动？赵将军，你在这里一副大义凛然、法不容情、公正无私的样子，看起来确实很卖力。但我问你，假若有一天查实了周同之，甚至你的上司勾结凶骨人出卖大宁王朝，你敢不抓他们？你敢不敢对着他们也像刚才那样说话？敢吗？玉山村案牵扯太广，这小子若真有铁证，证明这女子无辜，被人拿来做文章，连累贵妃那边，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敢，你不敢。你行了，别装了。你抓他不就是因为他好欺负吗？你不敢动那些真正有权的，不敢动那些真正有势的，就来抓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显得自己多么尽职尽责。你很聪明，但你的聪明没用对地方。你很有勇气，但你的勇气只会在面对弱者时出现。这种感觉，动手我会死。这位公子，你对本将军很不敬，按理砍了你也不过分。不过，
本将军并非是非不分、仗势欺弱之人。本将军仔细想了想，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也并非毫无道理。比起这个随时都可以抓的寡妇，确实应该先去彻查周同之他们。所谓上梁不正下梁阳，解决问题应该先从源头解决。是本将军破案心切，乱了心神，搞错了方向。撤！将军跑了！撤！快撤！不是，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奇怪的第六感吧？这500人的属性点我都分配好了，若他真有第六感，那他精神属性岂不是很高？那我岂不是错过了一个机缘？早知道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动手多好。亏了，血亏。换个角度想，至少我没有为了力量而完全迷失自己，保持了起码的理智与克制。果然，邪修之路，任重而道远了。那个公子，人跑了。我知道。公子果然神威，不战而屈人之兵。跟我没关系，他自己跑的。那将军跑了？我只眨了一下眼，他背影都快看不到了。那架势，我还以为要打起来呢。恩公往那儿一站，谁还敢动手？古怪，之前挺跋扈，不把人放在眼里，怎么突然就怂了？估摸着他祖奶在阴间给他支了招。恩公，您方才那副样子怪好笑的。什么样子？就这个。按理说，那个赵将军的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都拔刀了，最后怎么突然就怂了？还得那么彻底？难道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某种强者霸气？恩公，谢谢您。谢我什么？谢您愿意为了妾身，不小心放跑了一个该挨刀的人。此话怎讲？恩公，你我虽相识不过数日，但我对您的了解不逊于香蕉树载故人。恩公，您若为了替妾身证明不被诬陷，根本无需当众去辩驳，跟对方讲道理，甚至还容忍对方拔刀。以您的性格，早在对方玩弄那套殊词之际，就已经砍下对方的脑袋了。他靠这么近干什么？冷静，兄弟，冷静。外面人多，这马车不隔音。恩公，您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妾身无以回报。好险，异世界的初吻差点没保住。现在终于理解孟德兄的难处了。这种考验，谁经得住？将军，您跑什么？闭嘴！你还记得虞山村那些尸体吗？记得。陈侧手胸口那个洞，拳头大。仵作说不是刀剑伤，不是钝器伤，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远处击穿的。是，当时说可能是石头。石头，对，石头。你想，石头要隔空击穿一个人的胸膛，扔石头的那个人得是什么力量、什么速度？还有那些师长、武长，有的脑袋没了半边，有的骨头全碎了。20多个胸骨人全死在村里，骨头上的切口跟那些士兵身上的伤一模一样。将军的意思是，如果这些事是一个人干的呢？一个人杀20多个胸骨人，再杀320个精锐，那还是人吗？刚才那个青袍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那些人的神色。那个寡妇，那些护卫，好像是松了口气。对，松了口气。你想，什么样的人能让被数百精军团围住的一群人忽然松了口气？只有一种可能，那个人能救他们。能救他们，就意味着他有把握对付我们500人。能对付我们500人的人，有没有可能也被陈经烧他们遇到了？所以才有了虞山村惨案。我刚才离他不到3步，以他那速度和力量，杀我跟捏死一只蚂蚁没区别。还有那狗日的沈烈，他肯定早就猜到了。沈将军，他当时在现场查尸的时候，问仵作那些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做到？他那时候就在怀疑了。怪不得他明明跟周沈氏没关系，却敷衍守备，谎称走错路，也不抓人。那狗东西看见我来了，猜到我要抓人，故意站出来演戏拖时间，故意激怒我。他是想让我先拔刀，然后被那个怪物砍死，他好在旁边看戏，还能拿我的尸体回去交差邀功。这也太毒了吧！但他没算到老子跑了，他那个计策反而救了老子一命。
若不是他站出来演戏拖延，老子当时就直接拔刀了，根本不会试图讲理。天不亡我，沈烈那狗东西想害我，结果成全了我。你记住，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不许告诉任何人。是，以后跟那个周沈氏有关的事儿，咱们不碰。不碰？对，不碰。推不掉就跑，跑不掉就装死，反正不要去接触他。是将军。对了，沈烈回来以后，告诉他，老子要请他喝酒。这您不是跟他不对付吗？不对付归不对付，酒还是可以喝的。什么人？青丽司千户苏沫，请周娘子现身一见。几位大人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贵干？周娘子，在下苏沫，青丽司千户，冒昧打扰，想与娘子单独一谈。请。周娘子，你可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虞山村的事已经开始发酵了，一村几十口被杀，300多名边军精锐阵亡，20个凶骨人死在村口，这么大的事，总要有人负责。你猜，现在谁是最合适的替罪羊？你叔父周明远虽然嫌疑最大，但他毕竟是同知，是朝廷命官，没有确凿证据动不了他，而且他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但你不一样，你是寡妇，是商贾家的女子，你在查你夫君的案子，你出现在那个村子附近，你半夜离开云城，你带着家产跑路，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你。所以青丽司是来抓我的。抓你没必要，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想跑都跑不掉。你往南走，是想回梅城娘家吧？那我告诉你，梅城那边已经收到文书了，官府的人正在等着你回去，你娘家也早就被监视起来了。你现在无论往哪儿走都走不掉，回去是下狱，不回去是畏罪潜逃，躲起来。天下之大，你能躲到哪里去？就算你躲了，你娘家人怎么办？苏千户不辞劳苦深夜追来，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些你我早就心知肚明的话吧？跟聪明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本官连夜追来，不是为你，而是为另一个人。那个人本官不认识，但猜测他一定在你身边。毕竟，若是没有他在，沈烈和赵风祥2个从3品的游击将军不可能空手而归。虞山村的那些尸体，本官仔细检查过，全是一刀毙命，死亡时间接近，近到让仵作都不敢相信。还有陈作这种胸口那个洞，能掘到石头尸的人，无论是当今江湖上那些声名显赫的高手，还是神策营里的人，都远达不到。如此人物，本官想见他，还请周娘子引荐。找我？青丽司千户苏沫，见过阁下。你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猜测，虞山村除了枉死的村民，其余所有尸体应该都是阁下的手表。那些伤口干净利落，一击毙命，绝非寻常江湖草莽所为。阁下可知，虞山村一案涉及320多名精锐阵亡，20余名凶骨人暴毙，陈次少死于非命。此等大案，朝廷震怒，青丽司和刑部都已经全面介入，布下天罗地网。今夜苏某就是为此案而来。然后呢？阁下可知你们现在是什么处境？不知道。听说阁下刀术超群，苏某不才，想讨教一番，不知可否？若是阁下能够胜我，我就告诉阁下一个可以保住周娘子的方法。怎么比？那里，你我2人直接比武，武器率先掉落者输，一局定胜负。请，阁下先请。姨母，恩公他连刀都没拔，这能行吗？那可是青丽司的千户啊！闭嘴，看着就行。阁下，请。什么声音？我的头身没了。这不可能，这是青丽司特制的百狼钢刀，他什么时候出的手？用什么出的手？我居然什么都没看到。老大的刀断了，他动了吗？谁看见他动了？只要我稍有异动，引起他一丝误会，今晚我们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阁下，苏某输了，输得心服口服。阁下神迹，苏某平生未见。苏某今夜前来，其实是想请阁下加入青逸司。之前那些话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试探，若有冒犯，苏某在此赔罪，望阁下海涵。你还没说怎么保他？青丽司直属陛下，不归任何衙门管辖。只要阁下加入，
周娘子可以安排到清丽寺别院，绝对安全。任何人想动她和她家人，都得先过清丽司这一关。加入清逸司可以，但我有条件。阁下请说。查案、出任务什么的，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我杀人，你们别管。那是自然，清丽司本就是杀人的地方。你没听懂？我说的是，我杀什么人你们别管。我这人脾气不是很好，许多时候眼里容不得沙子，残害百姓的、滥杀无辜的、鱼肉乡里的，不管是谁，被我遇到，有证据我要杀，没有证据我也要杀。阁下，您这要求苏某无法做主。阁下，实话告诉您，清丽司并非铁板一块，苏某所在的这一支只是明面上的刀，哪怕是最上面的那位，也不一定敢答应阁下的要求。不过，另一支，或许有一人有资格考虑阁下这个条件。那位大人是陛下最信任的人，他手底下养的全是一群疯子、亡命徒，专办那些见不得光的死案，专杀那些不能明着杀的权贵。他在哪儿？京城。去京城要多久？此去京城往返2000余里，若用800里加急，沿途驿站日夜换马不换人，4日可到。请示那位大人，快则1日，慢则2日，再拼死赶回来又是4日。苏某愿意跑这一趟，帮阁下带话，但最快也得9日后才能给您答复。阁下，这9日我可以等。多谢阁下体谅。赵涵、钱明，滚过来！属下在。你们2人从现在起死死跟着车队，护送周娘子去明城。这一路上，不管是谁，只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直接以清丽司的名义给我乱刀砍死。听明白了吗？属下领命，万死不辞。阁下，苏某9日内必回，这期间若有变故，有我。走吧。恩公，您答应了他们是吗？恩公，您已经为我做的足够多了，要不您拒绝他们吧？为何？清丽司，妾身在京城时听说过一些，他们表面上是陛下的刀，实际上内部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专办明面上的大案，有的专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互相之间斗得厉害，每年都会莫名其妙死很多人。您这样的人，一旦进去，那些势力肯定会想尽办法拉拢您、利用您。您若是拒绝，他们又会忌惮您，想除掉您。那里面的水，比云城、比边军都深得多。您已经救了我很多次，若是没有您，我根本到不了云城，更出不了云城。妾身不是不知好歹的人，夫君的事是我自己要查的，娘家的处境是我自己连累的，所有的后果都应该由妾身自己承担。恩公，算我求您，不要因为妾身卷入那些可怕的争斗里，好吗？你知道吗？在遇到你之前，我经历了一些事情，身上的银钱全部没了，有时饿极了，都只能啃路边的野草充饥。我当初之所以那么轻易接受你的聘请，愿意当你的近身侍卫，其实是为了挣点银子花花。原本想轻轻松松多混些日子，多挣点银子。结果你之前告诉我，要结束你我之间的聘请关系，要分道扬镳。既然如此，那我肯定要考虑跟你分道扬镳之后做什么。怎么了？恩公，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您说您是为了银子，可您杀那些溃兵的时候，您杀那些匪土的时候，您杀胸骨人和那些官兵的时候，我都没给过您银子。您说您是要找份差事，可您这样的人想找差事哪里去不得，偏要去清丽寺那种龙潭虎穴。
您知不知道，青丽丝这样的机构，看似风光无限、权力巨大，可进去的人10个有9个出不来，出来那一个也人不人、鬼不鬼的。除了对权力极度渴望，又或者身负血海深仇的，一般情况下，鲜有人愿意主动加入青丽丝。恩公，您心里想什么，妾身都知道。您想，您一个人再强，也不能时时刻刻护着我。您怕万一哪天疏忽了，来不及了。您想找一个地方，一个朝廷机构，一群人来护着我，护着我的娘家。青丽丝，就是您看上的那个地方。我明明掩饰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跟你相处，真是想有一点秘密都难。恩公您啊，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吗？反应过来什么？您还记得之前我说过您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吗？记得。怎么了？您难道没发现，您的为人处事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吗？我父亲当年看上一位女子，便设计接近他弟弟。他先派人挑衅，激那少年在戏园里斗富，再当众羞辱他穷酸。2回下来，少年意志消沉。第3次，父亲却出手救助，替他解围，挣回面子。少年自此视他为知己，得知他未婚，便热心牵线佳节。我父亲与那女子顺利走到了一起。恩公，您知道我想借这个故事告诉您什么吗？这世上人人皆有图谋，商人图利，官员图权，江湖人图名，乞丐磕头也图你手里的铜板。夫妻相待，常算得清楚；父母养儿，也盼着老有所依。便是那自诩圣贤的，图的无非是名声，求的是青史留名，是死后被人记住。可您呢？您救了我那么多次，做了那么多事，您图什么？恩公，您做的那些事，在这个世界是解释不通的。你还挺会观察。有人来了。阁下，刑部的人来了。我们刚走出数里，就遇上了他们。刑部侍郎薛清的人，带队的是个郎中，姓秦名震，是个出了名的黑刀子，带了20几个高手。他们是来拿周娘子的，我拦了，没拦住。所以你跑回来报信？不回来不行，阁下，刑部不比我们清一司，他们有正规的缉捕文书，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我们清一司虽然不归他们管，但明面上也不能硬拦。可那姓秦的今晚铁了心要拿人，油盐不进。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多半已经在背后与云城同事等人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谋勾当，不然他堂堂一个刑部郎中，根本无需如此大费周折。本官刑部郎中秦震奉旨缉拿要犯。周审事，你的事杀了，束手就擒，乖乖跟我回去，可免皮肉之苦。否则，哼！至于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杂碎，全部拿下！胆敢反抗者，就地格杀，一个不留。苏千户，那个领头的有没有滥杀无忌？有没有干过那些残害人的勾当？秦震此人为刑部侍郎薛清心腹，明的暗的办过不少案子。若以阁下的标准，他手上确实沾过许多无辜者的血。据我所知，有铁证的就有好几桩冤案假案是他亲手办的，有人家破人亡，有人屈死狱中。那些告状的喊冤的都被他压下去了，一些企图告御状的直接被灭了口。他背后那一脉，本就是替某些达官显贵擦屁股的，干净不了。这些年，我们没少跟他们发生冲突。那些手下呢？跟着秦震的能有几个干净的？就算手上没人命，也绝对脱不了干系，甚至比直接杀人更加肮脏和恶劣，比如奸淫、贩卖人口什么的。不知死活的东西，这时候还在问东问西，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不过，那寡妇确实长得水灵。
苏千户，你现在还要招揽我进清一司吗？他真敢！那是刑部的人，地位不低。25个人，一眨眼全没了。我办案10年，见过的高手成百上千，杀人的、见血的、亡命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咱们这一行干久了，就2条路，要么死在刀下，要么死在岸上，没有第3条路。10年了，办过的大案要案堆起来能塞满一间屋子，得罪的人数不胜数。那些人明面上对我毕恭毕敬，背地里早就在磨刀。等哪天我官职掉了，或者老了，护不住自己了，他们就会像狼一样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这是我的命，我早就认了。为陛下效力以来，见过太多人，有的比他强，有的官比他大，有的笑面虎，有的城府深。他从来没想过要毫无保留地追随谁，可眼前这个人居然够资格让机遇一闪一切，老子赌了。非招不可！若是那位指挥者不招您进清历司，我就退出清历司。只愿能追随阁下，天涯海角，鞍前马后。我等愿追随阁下，天涯海角，鞍前马后。子君也愿追随恩公，天涯海角，鞍前马后。此子倒是会借东风。清历司吧，连地方官见了都绕道走的清历司，就这么贵了。我们拼死拼活拿命赌未来，这公子哥跑过来就跪，话都照办，还一字不差。系统，谢谢您。您放心，既然您给了我杀人掠夺属性的能力，我一定努力杀人，狠狠掠夺。哪怕我前世是3号学生，年年拿奖状，也绝不影响我在邪修这条路上一往无前。都起来吧。对了，我姓曹，从今以后，人前你们叫我曹大人或者大人，私下里叫我曹炳或者老板。这是什么称呼？是老板，是老板，是老板。关于此事，你们暂时不用担心。正常情况，若是处理得好，不留下特别重要的证据，即使事后被人查出什么也不打紧。只要没有铁证，他们就不会硬来。当然，他们要是硬来，我也欢迎。毕竟人总有碰钉子的时候。我就欣赏那些有血性、不信邪的勇士。老板，您这欣赏，当真是欣赏吗？老板，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擅长处理这种现场。赵涵签名，把尸体搬到那边林子里去。先搜干净他们身上的腰牌文书，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一件别留。你们俩把地上的血迹处理了，挖土盖，撒草木灰，再铺一层碎石，留2具相对完整的，要能看出是刑部的人。另外，他们身上的伤要重新处理过，莫让仵作看出太多端倪。死的2个，就改头换面，留在您身边，听候差遣。这个说法糊弄一时足矣，我们只需拖延时间，时间一久，即便对方生疑，也再难寻到实证。这一点我有十足把握。不错，够老练。老板您过奖了。老板不杀人的时候，还怪好相处的。
薛虎、王丽，夫人有何吩咐？带人去帮忙，抬尸体、挖坑、运石头，一切听他们指挥。是。那边挖深些。丫头，爹选对了。干完了就走，别磨蹭。是，老板。都快点！老板说了，干完就走。大人，大人，出事了，出大事了！又怎么了？是刑部的人，刑部的人出事了。刑部？哪个刑部？秦镇秦郎中，他带着20几个高手，昨夜执意要亲自带队去追周沈氏，结果今早……别急，慢慢说清楚。今早清吏司苏千户回来了，带着2具尸体，说是在半路遇上了一伙凶匪，人数众多，凶悍异常。他们听见喊杀声赶过去的时候，刑部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苏千户带着人冲进去想救，结果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只来得及抢回2具尸体，全死了。刑部20几个人全死了。老天爷！这云城守备之职是受了什么诅咒吗？我这才上任多久，就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大事。沈烈和赵封绳2个游击将军，带众数百，都走错了路。这秦郎中一路追击，路没走错，却送了命，是巧合，还是说沈烈和赵风行早已察觉此案非同寻常？若是前者，好办；若是后者，麻烦可就大了。敢在这个关头公然杀害刑部郎中与随行办案之人，这是在挑战朝廷的底线。可有人还是做了，他们到底在依仗什么？难道凶骨人已经要大举南下了？将军，出大事了！什么事慌成这样？刑部秦郎中带着20几个高手，昨夜追击周沈氏，今早全没了。清吏司苏千户带人赶到，只抢回2具尸体，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清吏司那边伤的那3个情况严不严重？苏千户本人身上挨了一刀，可能躲避及时，不算严重，但其中1个百户手臂上的伤，据说深可见骨。带回来的2具刑部尸体呢？什么状况？听说死得可惨，头都被砍了，身上全是伤口，有斧子砍的，有长枪捅的，还有刀剑和剑矢的，乱七八糟。头都被砍了，身上还少非有凑长枪、刀剑、剑矢的伤。你说，什么样的凶匪能带这么多种兵器？属下觉得，最有可能是溃兵假装的凶匪，而且不止1股，应该是多股溃兵聚集在一起，为了作案特意抱团的。元丰，这种推测你自己信吗？不信。不，你信。不仅你要信，本将也要信。将军，这若是不信，就说明有人说谎。有人说谎，就又要有人去查真相。元丰，告诉我，你想去查真相吗？沈兄，将军是在暗示刑部那些人的死也跟那人有关。不错，有进步。去忙你的事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凶骨人没杀到云城边界，就什么都不要管，安心看戏即可。一个郎中莫名其妙死在缉拿凶手的路上，上面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的强到连朝廷都丝毫不在意。将军，出事了！
什么事？刑部秦郎中昨夜带20几人追击周审事，今早清吏司苏千户带回2具尸体，说是遇上凶匪，刑部的人全折了，清吏司也死了2个百户。清吏司死了2个百户，哪2个？赵涵和钱明。你确定刑部那20几个人，包括郎中秦震，都死了？清吏司的苏千户确实带回来2具尸体，经过辨认，已经确定是刑部的人，但其他人的尸体并未发现。苏千户现在在哪里？他已经连夜赶回京城上报去了，说咱们云城这边问题大得很，什么肥土当道、溃兵成群、流民遍地之类的。那2个受伤的百户也跟着走了。是的。也就是说，现在除了2具刑部的尸体以及苏千户他们的供词，再没其他相关的证据了。好像是这样，将军，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好说，我要先去看看刑部的尸体，才好下判断。那我陪您去。出事了！又出什么事了？刑部那20几个人全死了，全死了。清吏司也死了2个百户。是，据说叫赵涵和钱明。经此一事，苏千户带着2个受伤的百户连夜回京城了，说是上报，其实是去搬援兵。秦震，刑部侍郎薛清的心腹，办事狠辣，从不手软。这次来云城，表面上查虞山村的事，实际上是想借机往这边插一脚。我本来还担心他会查到些什么，借机发难，现在好了，全死了。按理我该高兴，可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虞山村的事，到底为何会出问题？每一个细节，我复盘了一遍又遍，可无论怎么想，都找不到原因。多事之秋啊！25个人，一个都没回来。秦震死了，清吏司的苏沫带着人赶过去，只抢回2具尸体，自己也折了2个百户。虞山村，青壮被调，村子被屠。云城320多个精锐一夜之间全死了，凶谷人也死了20多个，一个寡妇和她的护卫却活着。清吏司的人说是凶匪干的，抢回来的2具尸体，头都被砍了，上面斧伤、枪伤、剑伤皆有。你们怎么看？一具尸体上能有这么多种伤，说明敌人必然众多，而且所用兵器繁杂，不像正规军。苏沫的供词里说，他们赶到时，战斗已经快结束了，现场火光冲天，人影绰绰，至少有上百人。你们说，清吏司的人有没有可能撒了谎？如今虽是乱世，北边仗也打得近，可溃兵逃卒，眼力劲儿总该有几分。秦郎中去拿人时，必定穿着刑部官服，那些人不管对刑部有何不满，只要认得那身衣裳，按理都不该下杀手。单说这杀人的由头，怎么都说不通。据说秦郎中是趁夜追击，会不会当晚天黑雾大，凶手第一时间没认出来，等动了手见了血，秦郎中那脾气肯定不善罢甘休，双方针锋相对，冲突彻底爆发，凶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人全灭了口。这样也能解释为何带回来的2具尸体伤口那么乱，头还被砍了。打斗留下的和不想让人认出来都对得上。诸位说的都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隐要的点。刑部与清吏司向来不对付，若换作我是苏千户，别说拼死救人，能不趁机下黑手就不错了。可云城传来的情报，
偏偏是青丽丝拼死抢回2具尸体。大人，您觉得是青丽丝突然转了性，还是此事另有隐情？虞山村案，这2日我一直在跟进，整合大量信息后，我发现一个极古怪的地方。虞山村案发后，所知活口只有1伙人，好巧不巧，刚好是秦郎中去缉拿的那伙人。据我所知，在他前去缉拿之前，其实已经去过2拨人了。东营沈烈带300骑兵，西营赵神逢带500骑兵，结果呢，谁都没拿回来。他们的理由出奇一致：夜黑风高，岔路太多，追错了方向。周审事若是侥幸逃过1次，我信；逃过2次、3次，还让2拨人都追错方向，这就不是运气了。最开始我也盯着他叔父云城同志，他身上确实有问题，可这几天他一直闭门不出，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如果咱刑部的人没出事，我或许会继续查下去，不会过度在意周审事。他毕竟只是一个妇道之家，但我们的人出事了，我忽然意识到，周审事才是关键。只是，我有一个极大的困惑，至今想不明白。说，周审事若是侥幸逃过1次，我信；逃过2次、3次，还让2拨人都追错方向，这就不是运气了。虞山村的凶手究竟是怎么做到屠戮300余精锐，并且无一活口、无一逃离的？尤其是那具特殊的尸体，他们是被石头杀死的，有的被射穿了胸膛，有的被射穿了脑袋，甚至在不同方向。还有一个胸骨人，也是被石头杀死的。仵作说，他们死亡的时间相差极短。若是同一个凶手，骑着最快的马，也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同时击杀2拨人。所以大人，我困惑的是，凶手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亦或者不是人？涂胜，你刚才的困惑，我也想了很久。不管凶手是人是鬼，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审事是关键。涂胜，你现在就去办一件事。请大人吩咐。这是陛下亲赐的刑部驻巡案令牌，持此令可调动地方驻军，出城往东30里是临渊大营，你去找霍烈将军，让他点2篇精兵随你去拿人。大人，2000精兵，这规模是不是太大了？大。虞山村320多精锐，一夜之间全死了，2个从3品游击将军空手而归，秦镇25人一个都没回来。你告诉我，这样的规模算大？你记住，去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多说，只要告诉霍烈，刑部办案，急需兵力支援。他若问起缘由，你就说这是侍郎大人的意思。属下明白。涂胜，你跟了我多少年了？8年。这8年里，我交给你办的案子，没有一件出过差错。这一次，希望也一样。大人放心，属下一定把人带回来。不是带回来，是碾碎。不管对方是一个人、一群人，是溃兵，是悍匪，还是什么怪物，2000精兵压上去，给我用绝对的人数、绝对的武力，彻底碾碎。我不想看到凶手有任何1寸完好的皮肤，以及任何一块完整的骨头。属下领命。对了，还有一件事，把周审事抓回来之后，无论他与凶手无关联，都给我送去教司房，让下面的人多去关照关照。毕竟，秦震是因为缉拿他而死的，他总得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